今天晚上吃大餐了，通通是海鲜。一盆笋，红烧的。这边当地的冬笋好吃。自己做的柴火炉，这个是一个油箱啊，蒸这个埋豆。看一下，烟火气十足啊！用柴火烧的饭菜就是好吃。这个鱼还挺好吃的，还有白蟹，又是2道菜上桌。来，一家来，我们每个人干一杯。新年快乐啊！今天大菜了，都是海鲜。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临海市，离我老家80多公里。这边人真的是非常多啊！春节期间都跑到古城来玩了。干嘛？吃不完啊！这么多的美食，老板给我来份这个。好的，打包吗？拿手上吃。手上吃。好的。这个应该是那个鸡蛋吧？端着吃啊，端着吃。这个是鸡蛋是吧？对。哦，来一份。多少钱？15。幸亏这边的美食啊，都是这种小份的。如果全部都是大份的话，也吃不了多少的美食。这种小份的可以吃好多品种的小吃，我就开吃了。这个看起来不错。好笑的。白水羊豆腐啊，这个是在磨豆腐啊，我还以为是那种豆浆嘞。这个豆腐肯定很好吃啊，手动磨的。人太多了，这古城里面没法逛，走都走不动啊。出来了，这个是烤啥？自个工作好少吧，晓得我冰箱是啊，就做着比好的。你们在弄啊？自个是包然后包年嘛，那家太气了，未来那些东西就干。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和我老妈来到我们宁海县的第一医院。这个医院啊，我差不多有10几年没有来了。老妈手上长了一个疙瘩呀，去看一下。有小了年龄下了，你选。哎，可是尿水就接上嘛啊，你想雪天吃不下泥巴啊，或者那边呢？要不在连搞吃泥巴。啊。嗨，大家好，好久不见。这几天过年呢，我都在家里面休息啊，视频一直都没有拍，望大家多多的谅解。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下我2025年的旅行规划吧。先喝一口芝麻糊。这个饮料还挺好喝的。2025年呢，我是这么打算的。其实我的线路啊，之前很早就已经规划好了，但是大家都知道，我要去的地方呢都去不了，所以我一直在等待。那么现在
我想去的地方我就不先说出来了。我之前我也说过，要么就是需要办证的，证件办不了也进不去；第二个呢是路修好了，也是需要一些证件什么的，它没有开通啊。还有一个就是季节性的，这3个地方我早就已经想好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来说还是过不去啊。我是这样想的，先把自己的身体调养一下子吧，然后等到3月中旬左右我会出发。3月中旬出发的时候呢，我会把剪辑视频这个问题啊给它处理掉，因为从我6年之前拍视频一直到现在，剪辑、拍视频，还有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完成的，所以时间久了剪辑视频啊比较劳累啊。那么我就想着以后啊会把这种剪辑视频的东西啊让别人来搞，然后自己呢能够旅行在路上能够轻松一些吧，这样子效率也更高一些。当然了，视频的审美还是按照我的视频审美，到时候3月中旬的话，我会把这些给确定下来。我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拿到明面上来讲呢？因为我不想给别人给落下把柄。之前有好多人说我有团队，有一些同行之类的，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是不太喜欢去跟网络上一些是是非非啊这些东西我从来不参与的，但是还是难免被别人说闲话，被别人去说有团队这些之类的，所以我干脆就和大家玩明白，真的有团队的我就跟大家讲，但是没有的话我也会跟大家讲。这一路走来，从2024年和2025年，我感觉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很快，一年又一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那么2024年到2025年这一年呢，还是比较关键的一年，因为如果你不直播、不带货、不做一些比较商业的事情的话，2025年是非常难熬的一年。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2025年我是求变的，那么剪辑视频让别人来处理，这也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变呢，就是我是不可能去学那种长途骑行了，因为那种长途骑行一骑就是1年、2年、3年，这种肯定是不会选择的。接下来都是那种短途旅行，就是比较精致的路线吧，就是风景好看一些的，自己内心想去的玩上那么几天，我觉得这样子更加适合我这个年纪吧。毕竟我现在这个年纪也是89年了，36、7了吧，应该是。所以自己的身体还是很重要的，短途更适合我。言归正传，那么3月中旬出发，那么我2月去哪里呢？2月我想休息，我想去一些东南亚这些国家去度假，或者说是休息，或者说是躺平了。为什么老是去那东南亚呢？因为东南亚这些国家消费相对来说比较便宜，那么可以选择的国家呢，也就那么3个国家，第一是缅甸，第二是老挝，第三是越南。因为和中国陆路接近的国家就这么3个国家，因为我不喜欢坐飞机，所以我就只能选这么3个国家了。其实这3个国家呢，只有2个国家可以选择，老挝和越南。缅甸不推荐我是不会去的。还有泰国目前我也不会考虑去那种地方的。老挝和越南呢，还是相对来说旅游是非常安全的。接下来视频我肯定是记录的很少很少，主要是我去休息了。如果想记录比较完整的视频的话，就没有时间休息了，也望大家多多的谅解吧。只能等到3月中旬了，那个时候我会出来找一个地方去骑行吧。接下来就来聊就是闲茶闲事了。
我玩网络呢，一开始到现在，自始至终啊，都是不太喜欢那种凑热闹的。现实当中，我也是这么一个人啊。说说大家对我的理解，我对我自己的理解吧。很多人说我是一个社恐的人，我也没有反对大家说的话，也没有去否认这个，也没有承认这个啊。今天我就好好的来说一说，刘伟元是不是一个社恐的人？从我小时候开始说起吧。你说我小时候，说我腼腆，说我木讷，说我社恐，我会非常认同说我这话的人。因为我小时候确实一个比较不会说话的，而且一个很害羞的。但是如果大家现在还说我是一个非常社恐、非常木讷非常害羞，我会有一点点不同感想吧。我也真的是不喜欢热闹，也不会去聊太多的闲话。这主要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吧，还有就是跟每个人的时间充裕有关吧。那我够钟了，言归正传啊，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在路上骑自行车嘛，每天自己剪视频、拍视频，然后到处骑着自行车瞎转悠，在路上遇到人了，也就那么闲聊几句，该聊的我觉得大家第一次认识也没这么好聊的，因为我这个人口才不行，而且也不怎么喜欢聊天嘛。但是如果遇到我比较喜欢、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的人，我也会多聊那么2句。但是网络上我从来不聊，为什么呢？我觉得网上面聊天有时候还挺浪费时间的，因为在现实当中，在路上旅行的时候，时间不够用啊，每天骑到这里骑到那里，还得拍视频、剪视频啥的，根本就没有特别充裕的时间。哎呀，打了个喷嚏。不管我社不社恐做一个内心真正的自己也无妨。再说一下，也有好多人说我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这一点呢也不好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不懂人情世故，是不懂呢还是不想呢？这是2个概念，也不是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也稍微懂一点也不是完全懂人情世故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懂不懂或者说想不想去做那些人情世故，对于我来说不重要，因为人情世故它是对于那种集体生活的比较重要，因为你每天需要跟人打交道，所以一些生活琐事上面都必须要懂得一些事情。但是我呢，常年都在外面旅行，一个人生活，我想不出我需要懂这些吗？我需要去做一些人情世故吗？所以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吧，就每天过好自己的生活，开开心心的，比啥都重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去害人，做好自己手上的事，专心做好手上的事，我想比啥都重要。你身边可能会遇到一些非常懂人情世故的，非常圆滑的，可能大家对于圆滑这2个字不太概念可能在我们浙江来说，圆滑这2个字还是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就是你遇到一个人，他生活当中做啥事情都是滴水不漏，说话呀、做事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你会发现特别圆滑的人，总感觉他有另外的一面，
很多人都有两面性嘛，对吧？不是说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就是他真实的自己，不是这样子的。人情世故也是这样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这么做，而是因为身处在这个社会当中、人群当中，不得已要这么做。你说他好吗？他也好；你说他坏吗？他也坏，都有两面性，看自己大家是怎么掌握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不想去做那些人情世故啊，做一些圆滑的人，做好自己就行了。远离人群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内耗，都源自于人群。你只要远离这些是是非非，你会发现这个生活真的是很精彩，每天也不无聊啊，遇到新鲜的事物，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比较适合我个人嘛，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是没办法脱离这种生活的。我经常在评论区啊，能看到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我个人感情问题。今天呢，我就好好的来聊一下吧。特别是我回到家了以后，不更新的视频啊，大家都会说刘伟岳是不是相亲去了？其实我还真的没有去相亲，每天都待在家里面。还有就是有时候有事嘛，出去处理了一些个人的事情，但是确实没有去相亲啊。我呢也36、7、8了。从我这个年纪想结婚的话，如果你手上没有钱的话啊，我觉得是不现实的。目前来说，想结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2025年和2020年这2年时间呢，我呢想去赚点钱，然后呢想买一栋房子吧，或者说是自己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边当地的房价啊，在宁海县城里面想买一栋别墅的话，落地房是要1000万左右。我们这边的房价就是这么贵。如果你想买那种高层套间的话，需要2万左右1平。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这大概是什么价格。放眼全国来说，我们这个小县城啊，这个房价算是比较高的了。近几年这个房价也没怎么下降，因为我们这边工厂比较多嘛，净流入人口外地流入的比较多，所以这边房价比较高。再加上我们这里结婚需要买房买车呀，要彩礼啊，所以多种原因导致这个房价居高不下。那么我是这样想的，只有在农村自己买一块地，自己建别墅，这样是比较划算的。但是我们这边农村的可以建别墅的地也是很贵的，差不多一个多大平方的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如果你稍微买一块大的地的话，至少也得70、80万，至少的。我家隔壁就有一块那个地，但是那个地的话也需要30万左右吧，也不大，那种是建不了，那种好一点的别墅建不了，所以努力赚钱吧，朋友们。2025年和2020年，那么赚钱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播带货。所以这几天我也想了挺多的啊。但是直播带货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带货了就能挣到钱的，也是需要一些实力跟技巧的。我呢最近也在查了查这有关带货的方向的东西啊，也学了一些，但是目前是用不上的，可能会在2020年带一下吧。2025年也会考虑一下子。像我这个年纪，如果你没钱，没有什么实力的话，结婚真的是找不到的。再加上我家里面条件也是很一般的，可能大家都说我家条件好，我真想不出来条件有多好。爸妈都是已经70、80岁了，年轻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工资也只有4000块钱左右，3000块钱左右，这在哪里都能赚到的钱。其实浙江嘛，你如果是做生意的，然后办工厂的这都是有钱人。但是绝大多数普通人就是那么点工资。
大家觉得呢？哎呀，跟大家聊的一些私人的问题，我觉得我很少聊啊。但是呢，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吧？该为自己的后面的事情考虑考虑了。男人啊，赚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到处都是要花钱，父母也年纪大了，啊，自己也年纪大了，所以啊，在有限的体力跟精力，尽量去赚钱，啊，如果再不挣钱，自己往后的日子啊都不敢想象。如果你在家庭当中，这个男人如果不能挣钱，不管你多么的安分守己，家里面的事情肯定有烦恼。随着时间长久，你的人品再好，还是你不抽烟不赌博，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也是在女人面前没有什么价值的。啊，2025、2022年。搞钱吧，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也该休息了，时候也不早了。今天聊的也挺多的。2月份啊，先度假吧，赚钱之前先休息，朋友们。我就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拜。